想要拥有一个精致的家居生活，注定离不开一些实用的小家电。正因如此，很多家庭都很舍得在这方面投入。但是有一说一，好的电器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痛点，但也有一些小家电却是打着高科技的口号来收割智商税的。本期小东就结合网友们的真实反馈，来告诉你6种不建议投入的小家电，劝你别再傻乎乎的搬回家了。1. 豆浆机。当养生突然成为一种趋势时，豆浆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热销品。很多人想着自己榨的豆浆自然要比那些添加大量糖和添加剂的豆浆喝着健康，于是纷纷跟风购买。然而用过之后才发现很鸡肋，远远没有想着中那么好用。豆浆研磨得比较粗糙，口感差也就算了，关键是豆子稍微多点，还容易外溢糊底。另外，豆浆机太难清洁，这也是被大家吐槽最多的地方。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豆浆机也逐渐跌下神坛，几乎成为家庭闲置率较高的小家电之一。网友@61妈妈，豆浆机功能太单一了，用它打玉米汁根本不行，太差了。打豆浆也是粗不粗、细不细的，过滤麻烦不说，拉嗓子还不香，堪比垃圾中的战斗机。网友家乐乖乖，避雷某阳豆浆机，入手发现真的很一般，豆浆粗糙，必须用过滤网过滤，没有破壁机打出来的香醇，研磨时的噪音还比较大。虽然标注的功能比较多，但基本没啥区别，只是时间长短的不同。自动清洗也形同虚设，根本洗不干净。2. 低糖电饭煲。低糖电饭煲号称是一款脱糖减肥利器，依靠健康养生的宣传口号，吸引了一大批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群的芳心。有人说它是黑科技，也有人说它是智商税，那真相到底如何？这种电饭煲真能蒸出低糖饭吗？其实，所谓的低糖电饭煲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过滤掉部分淀粉来达到减糖的目的。但是，通过降低米饭含糖量就能降血糖？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说白了，这完全是偷换概念，就是妥妥的智商税。网友炒麦粉，家人们别再去当冤大头了，这玩意就是智商税，没有用。虽然去掉一部分淀粉，但摄入总量也提高了，最终摄入的热量没有区别。网友小小勇，过滤掉米汤，少了淀粉，也少了其他营养素。长期食用低糖米饭可能会导致维生素的缺失。想减肥健身，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小米、荞麦、燕麦等粗粮代替大米，达到控糖的目的。3. 榨汁机。市面上的鲜榨果汁一杯就要10几块，甚至是几十块钱，价格真的太贵了。于是很多朋友想着还不如自己买一台榨汁机划算，想喝什么就自己榨什么。但等到真正入手时，才发现使用率太低了。原本洗完水果就可以直接吃，现在还要削皮切水果，然后再榨汁，结束后清洗也是相当麻烦。榨汁机里面所有的零件都要一一拆开清洗，最终的结果就是用过几次就闲置吃灰了。网友爱尔兰咖啡，家用榨汁机没想象中那么好，想买的千万要冷静，剥皮太麻烦，有那个时间我都能再吃3个成了。另外，用它榨成汁起泡沫不说，而且果渣太多了，特别像别人在嘴里嚼成泥又吐了出来。网友史努比的生活，听劝别买榨汁机，鸡肋没用的东西，要吃水果就直接吃，方便又健康。榨汁破坏了水果纤维，让糖更容易吸收，反而容易长胖升血糖。4. 除螨仪。现在网上随便搜一搜，各类除螨仪的宣传铺天盖地，又是紫外线，又是热风，又是拍打的，都是号称可以达到99%的除螨率。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家里的小孩对尘螨过敏，花了快2000块买了个除螨仪，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这玩意真有他们说的那么神吗？直接说结论吧，大多数的功能其实都是对螨虫无效的。曾经有专业人士做过实验，除螨效果与吸力大小相关，而与紫外线、热风、拍打都无关。说白了，就是大功率的吸尘器比除螨仪效果更好。所以说，如果你花大价钱买个各种乱七八糟功能的除螨仪，那么恭喜你，大概率是被坑了。网友不过敏的老魏，虽然会得罪一些品牌方，但我还是要说实话，买个吸尘器，再买个除螨头，效果远远比大牌除螨仪实用多了，别再多花冤枉钱了。网友月月不绕弯，除螨仪妥妥的智商税，我用了半年了，简直无语的地步。吸尘功能太差了，头发和黑色灰尘颗粒这些完全吸不走，每次还要手动清理一遍，靠它拍打和紫外线完全杀不死尘螨，反而到处飞起，既没效果，浪费时间，还费腰。5. 折叠洗衣机。折叠洗衣机也叫迷你折叠洗衣机，卖点是可折叠，好收纳，不占地儿，号称是懒人必备。但事实上，买过的人基本都后悔了，因为用着太鸡肋了。
首先就是容量太小，只能清洗部分内衣和几双袜子，想稍微大点的衣物都是奢求。其次，清洗能力也不够好，说白了就是揉搓力度也太小了，连番茄汁和酱油这种污渍都洗不掉。另外，这种塑料的设计导致见水后按键还常常失灵，还有漏电的风险。网友性感奥利夫折叠式洗衣机，不要被懒人福音迷惑，需要手动加水，排水太慢，内部还容易挂污垢。洗袜子5双封顶多了转不动，每洗一遍还要手动拧水，真不如手洗方便。关键是它竟然还洗不干净，200-300的废物，说的就是它。网友小摩的买之前鬼迷心窍的觉得会很方便，用过几次就发现很鸡肋，盖子松洗的时候水会溅出来，而且全程要自己加水、换水、排水，超级麻烦，甩干也甩不干，几百块的东西懒得退了，就当交了智商税了。6. 电动烘干晾衣架。电动烘干晾衣架其实就是打个高科技口号，收割智商税的产品，不接受反驳。电动晾衣架与老式的传统晾衣架相比，不仅有基础照明，还能电动升降功能，确实很实用。但是那种多功能于一身的电动晾衣架就是妥妥的智商税，什么紫外线杀菌、热风烘干的，看似很高级，实则很鸡肋。烘干效果差不说，而且还特别的费电，还不如挂在阳台上风干效果好。这种鸡肋体验并不是我个人观点，而且无数人踩坑的经验教训，动辄3-4千的售价，依靠它来烘干，还不如投资一台单独的烘干机呢。网友爱吃汉堡的安琪拉电动晾衣架，烘干功能真的是智商税。买之前想着下雨天有烘干功能能挺好，安装之后才知道根本没有，吹出来的风还没吹风机热，想吹干衣服等猴年马月了。网友毛毛的家电动晾衣架，别买什么烘干、杀菌的，这些鸡肋功能都是为了加钱设计的。我家也买了，花了3000多大洋，啥紫外线消毒、烘干都是骗人的，效果形同虚设。结语在这里也想奉劝这些小家电厂商，打着高科技的口号却收割智商税的产品，终究是走不远。当消费者意识到被骗后，损失的不仅是口碑，最重要的还有诚信。现如今，大家电经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升级以及更新换代，新的产品功能更多，让我们使用体验感更好。但是过去的一些传统的老款家电产品，你可能以为它们早就被替代或淘汰了，可市场上依然能看到它们的存在。而且你去逛家电市场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不仅没有淘汰，甚至某些老款产品甚至还是销售的主力军。本期和大家说一说传统式的5款大家电。1. 定频壁挂式空调。目前的壁挂式空调大多数是变频式，相比于传统的定频式空调，变频式分体机有很大的优势，比如制冷效果好，控温精准，不会出现温度波动，让人体觉得不适，而且噪音低，静音效果更好，长时间开启，更加节能省电等等。但是目前传统的定频式空调依然没有被完全替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性价比高，价格方面至少比变频式空调便宜20%至30%左右。其次，定频空调的技术比较成熟稳定，所以故障率低，而变频式空调内部控制电路较为复杂，对于零件的要求更高，因此故障率也增高了，而且维修价格贵，也比较麻烦。另外，变频式空调只有长时间使用，至少在连续工作6小时以上才能达到节能省电的优势。小东建议，对于日常使用空调时间较短的家庭，建议选择价格更便宜的定频式空调，反之尽量选择舒适性更高的变频空调。其次，客厅选定频，卧室选变频，性价比更高，因为我们在卧室的时间相对较长，而变频式空调长时间使用也更加节能。2. 顶吸烟机。过去家家都是顶吸式烟机，外形美观，款式多样，但如今已经被新式的侧吸烟机以及集成灶盖过了势头。但是不可否认，今天的传统的顶吸式烟机依然有市场，侧吸烟机的出现主要解决了顶吸烟机油烟过脸的问题，而且侧吸烟机离烟机口更近，所以排烟效果更佳。其次，侧吸烟机不滴油、不碰头也是它的最大卖点。但是侧吸烟机的弊端是噪音大、价格贵，而且比较占空间，样式也没有顶吸式那么好看。集成灶采用的是净吸侧排，因此它吸油烟的效果更强，而且集成灶属于集成电器的一种，在满足烹饪和排烟的基本功能外，还增加了蒸烤、消毒、洗碗等功能，属于一机多用。但是集成灶的缺点是价格比较贵，质量好的基本都在5位数以上。其次就是维修难度大且成本高。顶吸烟机虽说有滴油、碰头的现象，但优势也比较多，比如价格更亲民，1-2千块钱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产品，
其次，顶吸烟机控烟范围更大，对于煎炒烹炸这种暴躁的扩散油烟，它的控烟效果更佳。另外，传统的顶吸式烟机产品技术成熟，噪音小，维修率低，使用寿命更长，因此还是有很多家庭去选择的。小东建议，集成灶外形时尚且功能多，比较适合不经常做饭的年轻人。如果厨房空间大且经常做饭的家庭，建议选择顶吸式烟机，担心油烟过脸怕碰头，可以选择侧吸式烟机。3. 波轮洗衣机，如今选择滚筒洗衣机的家庭越来越多了，主要是因为滚筒洗衣机对衣物损伤较小，而且功能多，比如除菌消毒、加热洗、洗烘一体、智能预约等等。另外，多种洗涤模式更能满足我们对不同材质面料的清洗方式。相较之下，波轮洗衣机就显得有点落伍了。不过，了解洗衣机行业人的都知道，目前波轮洗衣机依然是销售的主力军，主要原因在于波轮洗衣机便宜，中高端产品不过在1-2千元，而滚筒洗衣机入门级产品也要在2000元起步。其次就是功能少，操作简单，就因为功能单一，反而更不容易坏。像我家一台老式波轮洗衣机已经服役8年多了，工作起来还是一点毛病没有。另外，波轮洗衣机因为是上翻盖设计，因此使用时不需要弯腰拿取衣物，对老人和孕妇更为友好。小东建议购买洗衣机，不管是波轮还是滚筒，尽量选择容量大的，因为毕竟平时还会洗个床单、被罩等大件衣物。其次，想要性价比就选波轮，对洗涤衣物要求高就选滚筒。另外，洗烘一体机不能完全烘干，性价比不高，不如直接买个洗烘套装更实用。4. 电热水器，现如今只要家里开通了燃气，多数家庭都会选择安装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体积小，更加节省空间，热水即开即用，而且可以不间断的使用热水，满足了家庭人口多、大水量和多点用水的需求。但是，传统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依然没有被完全取代，究其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超高的性价比。价格占主要优势，普通的电热水器不过在几百元，而热气热水器最便宜的也要2000多。而且，燃气热水器想要解决洗澡水忽冷忽热、水温不稳定等问题，就要增加冷凝水、水量伺服器等功能。这样的高端机型往往要卖到5-6千元，甚至更高。所以，对于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说，电热水器还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小东建议购买电热水器，安全性放在首位，因此3级漏保、防电墙这些基础保护功能必须要有。另外，主流的是搪瓷内胆，但它们应用的涂层却有所不同，建议大家选择有涂层专利的内胆，具有更出色的防锈蚀性能，能够更好的保护内胆。5. 制冷冰箱，制冷冰箱制冷方式较为原始，是通过蒸发器和冷凝管来实现制冷效果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冷过程中会结冰霜，需要手动定期清理，非常麻烦。你以为它早该被淘汰了，是不是？其实并没有。虽然现在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风冷冰箱，风冷是采用主流先进的冷风式降温来实现制冷，优点是制冷效率高，速度快，而且不会结冰霜。另外，内部温度分布均匀，温控更精确，所以食物保鲜效果也好，不会产生异味。但是风冷冰箱的价格要比制冷冰箱贵很多，而且噪音大，特别是使用几年后。而制冷冰箱结构比较简单，耗电量也非常小，维修率也低，因此依然有它的市场。小东建议购买冰箱，目前制冷方式选择混冷要优于风冷，风冷优于制冷。另外，选择双系统多循环的，比单循环的保湿和保鲜的效果更好，食物也更不容易串味。其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买变频，不买定频，噪音小，耗电少，但价格肯定也会更贵一些。说在最后，虽然现在新型家电产品功能丰富，但其实很多附加功能华而不实，只为了增加产品噱头，卖高价而已。别看老款产品功能单一，但还是能满足基本功能，而且结构简单，更不容易坏，使用寿命更长。关键是价格也相对便宜，所以依然有它的市场，且无法替代。新房装修，阳台到底要不要封？想必这样的纠结在每一个装修家庭中都会出现，也一直是家居行业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有的人会说必须封啊，不封会漏风漏雨，还很难打理卫生。然而，也有的人会说我就不封阳台，我喜欢吹吹春天里的晚风，沐浴着四季的阳光，封了还叫什么阳台？正巧，我家现在也面临着封不封阳台的选择。就我个人的经验和真实感受，来和大家分别聊一下封阳台和不封阳台的好处和弊端，也希望能给同样面对装修选择难题的朋友们解决一些困惑。封阳台的优点都有哪些呢？关于这几点，
都会和日后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认为比较有用，所以会重点讲下。一、安全性高，且有保温隔音作用。首先，最大的好处也是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安全性，尤其是高层有孩子的家庭，就算有防护栏，孩子也是会到处乱跑，孩子的安全无小事。蜂丸简直是给楼房家庭安了一把放心锁，且保暖性极强，这是肯定的。在北方的冬天温度格外的低，蜂丸不仅能增加保暖性、安全性，还能阻隔不少外部带来的噪音。离马路近的伙伴们是最佳的选择，就不用担心每天听到车流的声音。二、卫生好打理，蜂丸的阳台还很好打理，室内的卫生搞一下就很容易，一般都是通铺的地砖、地板，扫地机器人都能帮你完成，省时又省力。而且到了刮风和下雨天的季节，特别的防灰尘能起到了有力阻挡，否则雨水过后真的很难打理。蜂丸的阳台就完全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三、增加室内的使用面积，扩大了使用面积，适配装修风格也多，看起来整体规整，美观大方。这个空间足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阳台还可以用来健身、品茶、瑜伽等，或者做一个收纳式的阳台，放洗衣机、晾衣架，一侧打上储物柜，摆放自己喜欢的物品，是真的可以增加很多室内的储物空间。在当下特殊时期，居家休息时间做点喜欢的事情特别的安逸，大大的提高了生活质量。那么蜂阳台的缺点都有哪些？一、影响采光和通风，床和被子等衣物没地方晾晒，阳光不能直接照射，起不到有效的杀菌作用，还会影响空气的流通，对流的风量肯定会减小，尤其居住楼层低的住户可能还会觉得压抑。因此也有很多住户选择安装新风系统，但是新风系统的风量还是远不及开窗户的量大，所以也会有很多人说价格贵，效果不佳，根本就是智商税。二、阻隔视野，蜂丸阳台一定会阻挡观赏性，看窗外的景色不会那么直观，没办法眺望更远处的风景，没有开放式的视野通透。三、增加装修成本，带阳台的一般都是落地窗，也就意味着大，那么封起来的成本会高，非常现实的问题，一般价格也是不等，就算普通的断桥窗，差不多也要大几万，看你选的材质、材料决定最终价格。不封阳台的优点：一、适合老年人养花种草，因为我家有老人，会很喜欢外阳台，可以养一些绿植和花花草草，随意搭配，依靠自然环境生长，阳台上也是很方便打理。很多老年人更喜欢田园生活，独立的阳台空间可以在闲暇时间打发一下城市的喧嚣。围巾难能可贵的就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样边看花边看世界，寂静地享受着自己的绿色成果，这样的生活想必是惬意的，令人羡慕的吧。总结一下，在我看来，不封阳台的缺点还是蛮多的，总之是弊大于利。首先就是安全有隐患，保暖性差，噪音大，灰尘大。其次，高层风也会很大。还有一点就是蚊虫和飞蛾会趁虚而入。另外，阳台还要选用耐腐蚀的材料，否则腐烂的就是想翻新也会很麻烦。所以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倾向封阳台。封阳台选材和安装方面的建议：一、先来说下选用什么样的材料，这也关乎到使用年限和生活的舒适度。现在阳台装修用到的材料基本就是断桥窗、系统窗、塑钢窗三种主流形式。断桥窗优点有很多，由于断桥窗框架结构整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和降噪效果，比较合适北方，屋内屋外室外温差大，而断桥窗凭借良好隔热性能，防止窗户出现湿气。我认为目前也是几种材料里性价比比较高的。系统窗其实和断桥窗有很多相似点，隔音降噪、隔热采光效果都很好，区别在于由于制作工艺、五金用料、研发设计等方面综合性能更强，稳定性更好，并且由于零件都是固定好的，系统窗安装也会稍加容易些。而且系统窗安装后都会考虑窗户等压，在设计上更加注重平衡室内外压力作用，水密性、气密性更加具有优势。当然，系统窗比普通的断桥窗价格也要贵很多，比较适合大宅或别墅的住户。塑钢窗是我们家装行业的老朋友了，凭借价格经济实惠、良好的性能占据了市场很多年，但自身的缺点也很多，比如耐热性和稳定性就不如断桥窗，且使用寿命短，用久了会出现变形、变脆的情况，比如适合预算较低或是临时性过渡住房的朋友选择。二、再来说一下窗户的玻璃选哪种形式。现在
市场主流的基本都是钢化玻璃，和普通玻璃相比，强度更高，且热稳定性更好，即便是受到外力冲击，碎了一般也不会伤到人。需要注意的是，选择钢化玻璃一定要认准3C 认证标识。至于玻璃组成样式，具体选择双层中空还是3层中空玻璃，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居住情况而定。像普通住宅选择双层中空的就可以了，它的隔音、隔热、采光效果就很好了。但是如果临街或者周围有商场嘈杂环境的住宅，建议最少还是选择3层中空的夹胶玻璃，确保把噪音降到最低。最后就是安装环节，3分材料7分安装，这一点也尤为重要。首先，安装前要认真测量，预留好足够空间。其次，安装时千万不要破坏墙体框架结构，避免日后造成墙体开裂、窗户框架变形等情况。另外，安装时用到的密封条、玻璃胶、密封胶等材料也要慎重选择，尽量选择大品牌的，千万别贪图便宜，用劣质材料，否则会降低窗户的使用年限以及密封效果。说在最后，好了，说了这么多封阳台优点和弊端，其实要不要封阳台，还是看个人怎么取舍，同时也要根据南北方温度差异而定。比如南方的朋友气候四季如春，大多数还是选择开放式阳台较多，那么北方的朋友还是讲实用性、保暖性，所以基本上都是封阳台的居多。随着季节更替，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相信也会有和我一样正在打算装修的小伙伴。那你们家的阳台是怎么考虑的呢？不妨和大家一起聊聊想法。要想拥有一个精致的家居生活，完美的装修是最基本的前提。虽然装修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如果装修前能多看到一些别人家的装修案例，也可以学习和借鉴一些经验，让自己装修少留遗憾。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整理了7个常见的翻车现场，都是来自网友们的真实案例，希望能帮你避坑。哑光瓷砖翻车。很多人担心亮光砖地面反光，而去选择哑光砖，以为能躲过一劫，结果还是踩坑了。入住后才发现，哑光砖虽说质感突出，但普遍有不耐脏的通病，一天到晚的搞卫生也是擦不干净。网友反馈，苏苏不听劝，坚持买了哑光砖，现在超级后悔。装修完开荒保洁的时候，才发现哑光砖真的擦不干净，新房还没入住呢，就遇到这种情况，现在心里慌的一批。网友蜜一套，真心劝大家不要买哑光砖了，这是水印干了之后的样子，各种清洁剂都用上了，怎么擦都有。回家进门看到的第一眼就想哭，已经想到日后蹲在地上的日子了。小东建议，担心光污染，建议选择柔光砖。柔光砖首选肌肤釉，地面不存在反光问题，而且还好清理，不会渗污渗色。悬空电视柜翻车。悬空电视柜确实很美，不落地的造型设计看上去更加简约大气，而且地面无卫生死角，后期打理也省心，但它完全是依靠后面的支撑，悬挂在墙体上，如果安装不到位，或者非承重墙，就有掉落和下坠的风险，时间一长，翻车是必然结果。网友反馈，小皮皮虾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心心念的悬空电视柜还没收尾就开裂了，问了油漆师傅，说只能这样了，没法补，补了还是会裂。网友靠谱小姐姐空心墙，真的千万别做悬空电视柜，能劝一个是一个。说没事的，看看我家才入住半个月就成这样子了，好害怕它哪天直接掉下来。小东建议，悬空电视柜对承重要求很高，没有十足把握，建议选择落地柜，效果也很漂亮。非要做悬空电视柜的，安装时一定要用承重支架加膨胀螺丝固定。卫生间玻璃门翻车。这些年，长虹玻璃门凭借高颜值、透光不透人等种种优点，成为家装行业的网红。傲娇的身材、朦胧的美感根本藏不住，但如果选购时没做功课，盲目跟风的结果就是大型翻车现场。网友反馈，黄桃罐头，不知道玻璃颜色还有这么多讲究，做出来的效果看了心态都炸了，绿得发慌。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长虹玻璃门，花了好多钱，却做出了好廉价的感觉。网友持续性摆烂，我家是暗卫，当初考虑采光不好，选择双层玻璃会不够透，所以只做了单层长虹玻璃，结果导致上卫生间外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真的太尴尬了。小东建议，长虹玻璃门确实美，但踩雷的几率也高，想要不翻车，必须把握3点。首先，颜色要选超白，不是普白，不然会泛绿色。其次，慎选单层玻璃，一定要加一层磨砂玻璃，避免透明化的尴尬。另外，要做极窄边框，门框越窄越显高级。台中盆翻车。厨房水槽台中盆不同于台上盆安装方式，它是与台面齐平，台面卫生更好打理，也不同于台下盆。
不用担心承重问题，后期想换水槽也比较方便。但有一说一，它的安装工艺比台上和台下盆更为复杂，特别考验安装师傅的技术，所以现实中翻车的比比皆是。网友反馈燕麦鸡腿堡主装修前不懂，被误导说做台中盆好可以和台面做平，没有掉盆的风险，实际上做出来的效果是又丑又难用。奉劝大家，没有靠谱的师傅和店家，轻易不要做台中盆，工艺不到位，特别容易有缝隙，会发黑，还积水，真的大无语了。网友伤伤的笑，我家这个台中盆翻车翻到沟里去了，四边不平也就算了，打胶打得还乱七八糟的，分分钟想砸掉重装的感觉。小东建议，台中盆想要做出严丝合缝的效果，建议提前买回来，测量好尺寸和厚度，直接让厂家激光开槽，不要让师傅现场开槽，碰到手艺不稳的，很容易翻车。没有把握，建议还是选择台下盆，做好加固措施，卡扣连接根本不会掉。5. 卫生间壁龛翻车，很多人觉得卫生间做砌墙壁龛又能储物又好看显高级，所以根本没提前做功课就纷纷效仿，结果花大价钱做完的壁龛，要么丑出天际，要么鸡肋不好用，白白花了冤枉钱。网友反馈小橙子家人们，谁懂啊？这哪是壁龛啊？我想着中的壁龛样子应该是好看又高级，结果完工后是这个样子的，加上我美缝做的还不好，我现在整个人都要抑郁了。网友陆天涯，当初不听工头的劝，硬要凿墙做壁龛，入住才1个月，今天洗澡时猛然闻到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好家伙，才发现壁龛里囤积的水直接臭了。小东建议，壁龛的实际作用就是做洗漱收纳，如果你家卫生间需要包下水管，直接做壁龛方便又实用，不然不要特意去做，选择5金挂件或置物架也能满足需求。另外，砌墙壁龛尽量做坡度，每次洗完澡顺便清理一下，避免出现积水发霉的情况。6. 壁挂马桶翻车，卫生间壁挂马桶主打高颜值，好搞卫生，也深受年轻人的青睐。但说实话，现实中安装壁挂马桶翻车的也不在少数，要么位置高度踩坑，要么是漏水难维修。网友反馈败家小娘子为了无死角，为了洋气，为了节省空间，加钱换了壁挂马桶，看星星盼月亮，总算完工了，结果一式马桶坐在上面脚是悬空的，好头疼，凿墙凿地，改吧。网友不想起名了，当初为了颜值选择了号称几10年不坏的吉伯利隐藏水箱，结果刚用1年，墙里漏水漏到邻居天花板上都泡汤了，换了连接件也没有解决问题。小东建议选择壁挂马桶一定要提前量好预埋件高度，不然位置高了坐上去脚会悬空，位置低了下面卫生不好打扫，悬空不悬空毫无意义。当然预留检修口也很重要，方便日常检修。7. 隐形踢脚线翻车，隐形踢脚线也被称为内嵌踢脚线，它的优点就是与墙面形成一体性，不会凸出来，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容易落灰，于是很多人也盲目跟风，结果装完之后就纷纷后悔，施工复杂，成本费用高也就算了，安装效果还差强人意。另外因为需要在墙面开横槽，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网友反馈糖果果的糖果屋装修踩的最大坑就是嵌入式踢脚线，不知道是墙体开槽深了还是腻子刮厚了，施工完的效果就是每个转角的墙体都突出踢脚线，说白了就是墙体与踢脚线不齐平，这也太丑了吧，人都没住进去呢，转角下面就开始脱落了。油漆工让我找瓦工，瓦工说不是他的问题，互相推责，越想越气。网友JoJo， 我家设计师让我做极简风，所以选择了内嵌踢脚线，结果开启我最大一个装修坑的血泪史。啥也不说了，直接看图吧，做出来的效果让我喜提心脏病。小东建议内嵌隐形踢脚线非常考验瓦工和油漆师傅的手艺，贴砖的时候几乎要做到无多余边缝或少量边缝，不然贴出来会非常的丑，还不如选择明装踢脚线，选择4至6公分的，不论是铝合金材质还是实木材质，也能做出简约大气的效果，同时还不积灰。结语：装修是细节决定成败，以上这7个装修翻车案例亦是如此，希望大家看完能引以为戒，避免踩坑。另外不论是哪种装修设计，都不要一味的去追求美观而忽略实用性，导致入住后苦不堪言。木地板作为装修中的主要主材之一，具有诸多的优势，比如温馨、时尚、档次高且脚感舒适等。但是不可否认，近些年的家庭装修中，越来越少人去选择通铺地板了。即使是在1年4季温差明显的北方，很多朋友也只是选择在卧室铺木地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曾经红极一时的木地板，
为何现在越来越不受待见了呢？本期根据本人10年地板销售经验和真实网友反馈，和大家聊聊地板的优势和弊端。相信看完这些缺点，你就不意外了。先来说说木地板对比瓷砖的优势。第一点，温馨舒适且安全性高。木地板源于天然的木材制作而成，从视觉上看，纯天然的木材纹理自然灵动，装饰在家里给人带来一种温馨舒适的感觉。尤其是木类地板更显高档，而瓷砖大都是人工仿造石材纹理制作而成，天然大理石贵且易碎，花纹重复率高，显着呆板不灵动。从舒适度上讲，木制品更温润养人，即使是在北方，冬天暖气没来的时候，踩在脚下也不凉，舒适性更高。而瓷砖属于人造石材，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脚感偏硬且凉，舒适性不如地板。从安全性上看，木地板相对比瓷砖而言更软，有一定缓冲能力，且防滑性更好，即使不小心磕在地面上，也比磕在瓷砖上受到的伤害要小一些，更适合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家庭使用。像咱家隔壁的阿姨，装了3套房子了，全是通铺的木地板，一是因为腿脚不好受不得凉，二是也要经常带小外孙，爬爬跳跳的地板比瓷砖也要安全不少。第二点，针对北方特有的地热环境，地板更方便维修。现在的木地板大多数都是锁扣式连接，无需打胶安装，方便拆装。如果家里一旦发生地热管道漏水现象，可以把地板拆开，维修好地面再铺装回去，花个安装师傅的起铺费即可。而瓷砖是贴着水泥粘死在地面上的，如果维修底下的地热管道，就需要刨开瓷砖进行维修。瓷砖毁坏后不能2次利用，需要重新购买，再找瓦工师傅铺贴，费用更高，且瓷砖批次不同，颜色也不一样，会跟原先家里的瓷砖形成色差，影响美观。给大家讲个我身边近期发生的事，姐姐家新房入住没多久，就被楼下邻居找上门来了，原因是把人家顶棚给泡了。后来找到原因是地热管被回填的砂石落出一个小窟窿，水一点一点就渗到楼下，给人家顶棚泡坏了。由于铺的是瓷砖，刨开维修好地面之后，瓷砖就毁坏了，就又买了一块。虽然是一个品牌同样型号的砖，但批次号不一样，那一块砖跟其他就有色差，影响整体美观度。我们再来谈谈木地板为何现在装修中越来越少人选择它的原因，以及躲不掉的弊端。一、因环境变化，易变形易开裂。木制品都有一个共性，就是随着季节环境的变化，发生湿胀干缩的现象，地板受潮会发生鼓包起皮的现象。反之，特别干燥的地热环境也容易产生地板开缝开裂的情况，售后问题多，情况严重的话还不好修复。相对比之下，瓷砖是粘在地面上的，不会变形，而且瓷砖不怕水，所以就没有这些问题发生，基本没有售后问题。二、对铺装地板的地面要求高。铺装地板之前，地面是一定要找平的，其中做自流平效果最佳，但费用也高。根据地区不同，费用大约在25至35元每平方米左右，这无形当中又增加了地板的造价。但是如果地面不平的话，地板铺装后会出现踩着忽悠有响声的情况，长此以往会影响地板使用寿命。而瓷砖不需要特殊找平地面，只需找到手艺好的瓦工师傅正常铺贴就可以。三、环保问题，选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众所周知，除去纯实木地板、多层实木地板、3层实木地板和强化复合地板，在加工的时候都是需要用到胶水粘合的，而胶水里都是有甲醛的，甲醛对人体是有伤害的，所以这就要考验选地板人的细心程度了。因为一旦图便宜买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以及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群，更要严谨。而瓷砖没有甲醛，所以就没有此类问题需要担心，这也是一些家庭不考虑用木地板的主要原因之一。四、木地板后期维修维护成本高。说到维修成本高，是在于地板出问题的概率高。打个比方，家里如果发生跑水现象，地板大面积泡水，就会出现起皮变形的情况，不能恢复正常使用了，就需要重新更换新地板。而且实木类地板因表面都是真正的实木表板，为了使它长久使用历久弥新，所以是需要定期保养打蜡或精油的。相比较而言，瓷砖只需要做好日常卫生就可以，不需要定期保养。综上所述，也能对比出来为什么当下装修中木地板的使用占比越来越少，反观瓷砖的使用面积越来越多，这些就是主要原因。而且现在铺地暖的家庭也越来越多，相比之下，地面铺装瓷砖也更省心。最后，
也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在装修是用地板还是瓷砖，